朋友们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越南的铁路历史。大约是1749年，法国人来到越南并开始了殖民统治。他们为了开发越南的资源和方便交通，修建了许多基础设施，包括城市桥梁、道路和铁路。他们在越南中北部和南部的3个地区建造了铁路以及火车站等设施。当年法国人修建的有些设施至今仍在使用。法国人为什么会来到越南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在英法7年战争中失败，失去了对印度的控制，于是转向了东南亚。1776年，一位名叫罗迪的法国商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，在亚洲被英国人忽视的地方，似乎只剩下交趾支那了，南齐。如果他们比我们捷足先登，那么我们将永远放弃那里，我们会失去在亚洲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。如果我们占领那里，一旦法英两国因商而战，我们将具有印度支那作为阻击英国人之地。他们通过传教士和商人渗透到越南，并利用阮朝内部的矛盾和天主教徒的迫害，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，逐步占领了越南的领土。1858年至1867年，他们先后夺取了西贡、定襄、美丘尤、梅边和永隆、安江和河仙等地，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。据历史记载，越南铁路始建于1880年代的法属印度支那时期。越南修建了第一条铁路，从西贡到美托，这是一条米轨铁路，约70公里，于1881年建成通车。1885年至1936年间，法国人在越南一共修建了7条铁路线。到1936年，越南南北铁路贯通，其中连接河内和边境城镇老街的铁路是一条米轨铁路，全长296公里，始建于1903年，并于1906年建成通车，也是连接中国昆明市和越南海防市的滇越铁路的其中一个部分。滇越铁路是法国和清朝政府合作修建的，而这条铁路后来也是中国抗战期间的重要补给线。这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和法国签订的合约里明确规定，如果发生战争，铁路的使用权归中国政府所有。滇越铁路于1910年竣工，总耗资1.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正式全线通车。全长854公里的滇越铁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，在铁路修筑过程中，至少有12000名工人死于疟疾或意外事故。法国官方数字。法国人修建的最著名的铁路是从河内到西贡的统一线，也叫南北铁路，是连接河内至现在的胡志明市铁路。此线使用1米轨距，平均时速50公里，从河内到胡志明市需要32小时以上。目前乘坐统一特快车往返河内至胡志明市一趟，座位票价为1140千越盾，47 US， 卧铺票价约1353 US 1725 71 US 千越盾不等。这条线路全长1726公里，是连接北部和南部的重要交通干线。沿途有许多风景如画的森林河川，被孤独星球评为令人惊叹的铁路之旅，可以欣赏越南从南到北的自然风光，被评为世界上最美的10条铁路线之一，例如大乐站、雅庄站、顺化站等。其中大乐站被称为印度支那最古老的车站，它是由法国建筑师 Mansart Revran 设计于1932年，它与法国的特鲁维勒多维勒站风格相似。除了火车线外，还有一些特别的铁路线，例如从巴普查姆到大乐的登山齿轨火车。这条线路全长84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陡峭的铁路之一。它由11台从瑞士进口的富卡蒸汽机车牵引，穿过山峦和松树林，到达达拉高原。这条线路曾经是法国人休闲度假的首选，但后来因为战争和自然灾害而停止运营。136年来，越南的铁路行业经历了许多变化和挑战，一些铁路线被摧毁或废弃，例如从西贡到麦多市的线路，但是也有一些新的铁路项目正在规划或建设中。例如从2017年越南正式加入中国一带一路，
参与了中欧班列的老街至河口项目。中欧班列自2013年开通以来，现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，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，并且目前正在扩展到更多地区，越南便是其中之一。这样就打通了越南经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陆上走廊。尽管基础设施尚未充分开发，但是越南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处女地。据官方数据显示，自今年年初以来，中越跨境货运班列的货物价值增长了2倍多，这凸显了两国之间更广泛的贸易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，从而推动了东南亚稳定的供应链。据官方数据显示，今年1季度，通过凭祥铁路口岸共开行中越班列98列，2940标箱。去年中越贸易额突破2300亿美元，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越南第1大贸易伙伴地位。越南继续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。2022年12月31日，首条越南至哈萨克斯坦航线开通，列车从中国南部广西凭祥火车站出发，抵达中国东部西安鹿港集结。随后，该班列通过中欧班列发往哈萨克斯坦。该车运输的主要产品是越南生产的电子产品。目前越南也在计划兴建2条高速铁路，南北高速铁路起自河内市，至于胡志明市，沿途经过岘港市等21个省市，并且采用标准轨距1435毫米，是一条全长1545公里的副线铁路。另一条是胡志明市到秦居的高速铁路，横跨6个省市，全长139公里。其自胡志明市平正县新建地铁站，至于秦居市盖归港。这些铁路项目的具体运作进程，似乎也将成为越南近10年间国内经济格局的缩影。由于南北方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，加上其南北之间经济环境的隔绝已将凸显铁路建设的重要性。越南的铁路不仅是交通工具，也是历史和文化的见证。它记录了越南人民与法国殖民者、日本侵略者、美国干涉者以及自己同胞之间的斗争和合作。它也展示了越南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不懈追求和坚定信念。好，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希望能够点赞并留言，再见。